大家好，我是大鹏，我现在呢是在新加坡。这次呢在新加坡待了2天，稍微的在新加坡的中心区域呢转了一转。因为我是通过这个96小时的过境免签证进入的新加坡，因此呢在这里待的时间不能太长。在新加坡的2天呢，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呢主要的一些景点也都去看了一下。个人感觉新加坡这个国家还是很值得一来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新加坡吧。之后呢，我要在樟宜机场乘坐飞机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行了，现在已经到机场了，3号航站楼，我应该是去4号航站楼对这个路线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是10点多，最后我还是把我的那个地铁卡卖出去了，卖给了一个英国老太太，里面还有1块多，然后她给了我4个新元我说卖他5个，他说可以，然后找了半天都是这个2块2块的，一看算了，就4个。现在手里有4个新元，估计在机场里也买不了什么，实在不行一会儿换几个美金花花得了。新加坡元一般在泰国呀什么的应该还算是挺好使，但只不过就是4个这个太少了，几乎没什么效果。其实可以再取一点，在这个新加坡这边取钱，单笔的手续费是15人民币其实还可以。之前取了几百，其实取点放在手里，然后如果要是去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话，新元是可以代替美元的。航站楼里转一转这边有一个挺漂亮的一个景观樟宜机场就是不一样看着确实高大上这一点不是说乱夸这确实是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好的机场吧。有人会说什么大型机场北京大型机场，之前也去过，而且是2次好像。但是目前看这个大型机场，确实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没起到实际作用吧。机场很大，但是不管是地理位置，还是说这个方便程度，还有里面的一些景观什么的，都比较一般就是一个机场。这个樟宜机场感觉都可以成为一个景点了。这边出发了，我别进去进去我还出不来了。里面免税店我是4号航站楼最后把我手里的4个新元换成了3个美金。虽然这个新元挺好看的吧，但是为什么换成美金呢？这个肯定还是有原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想去一些这个其他国家比如像这个越南、印尼的话，那边会收这个落地签的费用。这种情况下，一般他们只收这个美金不收新元。因此呢，我就为了防止这个到时候比如吧25，我就准备出来25，到时候给这个海关就可以了。老挝是20是25忘了，越南是25，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此到时得准备出来相应的这个美金我说自己就给他准备好了就得了。哎呀，在这儿稍微的转转，一会儿去这个4号航站楼。明天7点的飞机
哎，这儿有这个饮水机啊，喝点水。晚上一直说渴，他们这水还是比较好喝的感觉啊。这有一个 GEWEL， 之前就想去那边看一看。第一天来新加坡的时候就想去这里看一看。啊，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水幕喷泉吧，好像是。这里就相当于一个挺大的免税店。这个点儿差不多也都打烊了。我现在口袋里也没新元了，即使有，估计也舍不得在这儿花费啊。这儿应该挺贵，感觉。大部分都打烊了。一直说想买双鞋的。应该是那里吧，但是现在好像是停了，应该下班了。哎呀，可惜了，来也没看成。应该是这里，我感觉应该是这儿，来晚了。哎呀，完了就完了吧，争取下次有机会再来这个新加坡吧。到时候又得花5个新元买一张地铁卡。行了，现在已经过了安检了，现在就算是离开新加坡了，已经到这个后面的免税店了。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飞机是7点半吧，还有1个半小时，稍微的在这个樟宜机场再转一转看一看。下一站前往马来西亚，很多人都去过马来西亚，实际上我没去过。从今年开始啊，往这个东南亚这边稍微的看一看。第一站出来是柬埔寨，然后呢又去了印尼，再之后就来到现在的新加坡，之后呢就去马来西亚。新添加了4个亚洲国家吧。看看我的飞机啊，樟宜机场还是比较大的，设施也不错啊，确实不错，绝对世界顶级的机场。其实很多国家的机场跟这个国内的，甚至说不好听，跟火车站差不多，甚至都不如国内的火车站。有一些地方啊鼎鼎大名啊，但是这个飞机场实际上看着特寒酸啊。欧洲那边好像不是说特别在乎这个机场的规模，实用就行了。应该是这边吧，再确认一下。对 ，G2。之前看到比较大的机场，一般就是这个莫斯科机场、北京的首都机场，这2个印象比较深啊，都是比较大的机场。还有哪里？巴黎是去的是奥利机场，好像是，从来没去过这个戴高乐机场。去过2次巴黎，一次是汽车进去的，一次是飞机啊。
德国的柏林机场就看着寒酸一些了。大部分欧洲城市的机场都是实用为主。实际上去过特别多次数的机场是在柏林，德国柏林，因为当时只要一到周末，就从这个柏林啊去往其他欧洲城市，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坐飞机。因此当时对德国的那2个机场特别熟悉啊。行，一会儿到这个登机口休息休息。这一晚上没怎么睡啊。那现在去登机了，吉隆坡，飞行时间只有1个小时啊，2个地方还是挺近的啊。其实如果要是护照好用的话，去这个吉隆坡坐车去就可以，从这儿到新山，然后再从新山坐火车或者大巴，直接就可以去这个吉隆坡了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护照不好用，还得飞过去。希望这个随着国力日益增强啊，这个中国人的护照啊，希望这个再给力一点。估计这次飞机里人不少，因为这个新加坡到吉隆坡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线路吧。行，一会儿上飞机看一看。上飞机了。虽然是靠窗嘛，但是这个位置，这大鸡翅膀就在旁边，几乎坐满了。还有1个小时就到这个马来西亚了。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然后呢，在马来西亚可能要待个半个月的时间啊。